伊波拉疫情在非洲爆发，世卫组织直接把它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致死率最高能达到 50%， 而且还在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但你敢相信吗？新加坡的反应可以说是异常冷静。在这个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没有封锁航班，没有恐慌式的社会管控，官方甚至敢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公开说，我们能稳住局面。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你要知道，伊波拉这种级别的致命病毒，一旦输入，对任何高密度城市都是灾难级的风险。新加坡到底凭什么敢保证万无一失？是因为刚好现在没有直飞非洲疫区的航班吗？还是说，在这份表面冷静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套更狠、更精密的枢纽防疫系统？作为一个每天吞吐海量国际旅客，樟宜机场每几十秒就有一架飞机起降的全球中转站，为什么它反而能把输入性风险压到最低？新加坡到底在向世界展示一套怎样的高密度城市风险控制能力？伊波拉的危险绝不仅仅是那个让人听了就后背发凉的 50% 超高致死率，或者是它通过血液和体液直接接触传播的凶猛特性。它最狡猾也最防不胜防的地方在于，早期的症状非常像普通流感，发烧、乏力、肌肉酸痛，极其容易被患者自己和普通全科医生忽视。而最让全球防疫专家头疼的是它长达2到21天的潜伏期。这21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真实的恐怖剧本。一个人在疫区感染后，可能在长达2-3周的时间里处于完全没有症状的阶段。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收拾行李，坐上跨国航班，在迪拜或者多哈转个机，然后舒舒服服地降落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他甚至可以在免税店逛一圈，然后挤上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一旦这种携带者进入像新加坡这样人口密度极高，每平方公里挤着8000多人的航空枢纽城市，病毒扩散的风险是呈指数级上升的。世卫组织这次把它升级为最高级别的公共卫生警报，本质上就是在提醒全球，这早就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医疗问题，而是实打实的全球输入性危机。对新加坡来说，高层的核心判断非常清晰而且冷酷。伊波拉真正的威胁不在于它在非洲传播的多快，而在于它一旦突破国门进入城市，现有的重症医疗系统能不能承受得住这种瞬间的爆发冲击。如果等病毒在社区里传开了再去流掉，那就彻底晚了。所以，新加坡的第一道防线必须也只能建在病毒真正爆发之前。面对这种级别的输入性威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封锁关口，直接切断所有来自高风险地区的航班。但新加坡的第一招恰恰不是一刀切的封锁，而是建立一套极其精密的前置风险筛选系统。你现在如果入境新加坡，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所有关口的电子大屏幕和显眼位置都会高频展示健康公告。这可绝对不是走形式的表面宣传，它的核心目的是在旅客入境的第1秒钟，就提前触发他们的警觉，强化自我申报意识，硬生生把风险从被动发现变成主动暴露。紧接着就是关键的21天自我监测机制。这21天不是医疗官随便拍脑袋定的，它精准对应了伊波拉病毒最长的潜伏期。新加坡的做法是让每一个入境的旅客自己成为第一道移动的监测节点，而支撑这一切顺利运转的关键武器是新加坡全面普及的电子健康申报卡系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电子入境卡。这套系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卷，它的背后连通着强大的数据分析大脑，它能自动收集并交叉比对你的旅行史和健康信息。一旦系统发现你在过去21天内有高风险地区的轨迹，哪怕你只是在那里转了个机，系统也会直接触发预警，边检人员立刻就会介入。这就是数据化防疫的降维打击威力。看懂了吗？新加坡的防线逻辑从来不是靠死守海关去拦住每一个可能带毒的人，那在现实中根本做不到。它是靠系统精准识别出1/1000的关键风险人群，
因为在一个高度依赖全球化的商业枢纽，防疫的本质永远是漏斗式的筛选，而不是自断生路的封锁。那么，仅仅靠海关筛选完入境人员就万事大吉了吗？当然不够。百密总有一疏，如果有人在入境时隐瞒了行程，或者潜伏期实在太长怎么办？新加坡的第二招是直接把全岛几千名医生变成了最敏锐的前线雷达。卫生部会通过内部网络，直接要求所有公立医院、私人诊所的医疗从业者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这不是等社区里已经出现几十个病例了，才去手忙脚乱的救火，而是提前让最基层的诊所进入战备状态。更狠的招数在于，在新加坡的传染病法令下，发现疑似伊波拉病例必须立即强制通报。这就意味着，这套防疫系统绝对不依赖某个医生的个人经验或者患者的自觉，而是靠一套铁一般的制度性强制反应在运转。一旦某个社区诊所接诊了一个发烧且有非洲旅行史的疑似病例，背后的追踪链条会立刻在几分钟内启动，诊所就地封锁，专业的负压救护车马上到位，直接把人拉到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机制瞬间执行。这种堪比军队的反应速度背后，是新加坡高度数字化的国家医疗系统。实验室的化验结果，医院的床位数据和卫生部的指挥中心是实时互通的，通报流程极短，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扯皮，责任划分非常明确。航空枢纽人员流动极大，病毒传播极快，只有早发现才能为全世界争取时间，而透明、毫无保留的共享信息，是新加坡作为枢纽的责任。这句话本质上是对全球资本和国际社会的一份庄严承诺，意思就是新加坡会把所有的风险、所有的数据都摊在阳光下，绝不藏着掖着。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经历过非典和新冠之后，新加坡太清楚了，对他们来说，透明根本不是什么沉重的道德包袱，而是枢纽国家最核心的信用资产。一个靠国际资金流动、跨国公司总部和全球贸易吃饭的国家，最怕的其实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旅客陷入恐慌，航空业信心全面崩溃，以及国际社会对你的信任度下降。一旦信任破产，经济就彻底停摆了。所以新加坡必须做到快速通报、快速处置、快速澄清。很多人觉得新加坡这次能稳住，单纯是因为现在刚好没有直飞疫区的航班。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地理优势，他们真正的底牌在于，它的风险评估机制是随时保持更新的，防疫措施可以根据全球疫情的走向进行动态升级，随时切换防疫等级。新加坡防疫的最底层逻辑，就是用极高的制度运转速度，去换取最大的安全窗口，用信息透明去对冲市场的恐慌。新加坡敢保证稳住局面，绝对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百毒不侵的结界，或者单靠运气好，而是它的整套系统逻辑极度清晰，环环相扣。先用海关的健康公告和电子申报系统，像筛子一样精准过滤出高风险人群，再用长达21天的自我监测机制死死锁定病毒的潜伏期，接着启动全岛密不透风的医疗雷达网络，用法律强制通报来兜底，最后用绝对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维持住自己作为国际枢纽的信用基本盘。这完全是一套教科书级别的高密度枢纽国家防疫模型。他们不靠简单粗暴的封锁社会，而是靠高度数字化的精准识别；不靠制造恐慌来实施管控，而是靠制度的运转速度来跑赢病毒。新加坡的强悍之处，不在于它能追求绝对的零风险，那是不切实际的，而在于它永远能在危机真正爆发之前，把风险牢牢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这种依靠数据和雷达网的精准筛选式防疫，在长期来看，真的比直接封关封城更有效吗？如果伊波拉这种级别的病毒真的输入亚洲，你觉得哪个国家或者哪座城市最容易率先失手？在未来的疫情时代，全球航空枢纽会不会成为最高危、最脆弱的节点？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独到的判断和见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
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